不管是中医还是道家修炼，都离不开精气神。那么这个精气神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道家讲精满不思淫，气满不思食，神满不思睡。道家单道各宗派把精气神看作内敛之要物。道家内丹修炼的3个重要阶段就是炼精化气、炼气化神、炼神还虚。炼精化气，我们可以这么讲，少年的时候我们好动，因为他气血旺盛，旺盛他就好斗，他那个年龄就是这样的。他不是说他好斗，因为那个年龄如果一个人不好斗，就说明这个身体肯定很弱，气不足嘛，遇到什么他都怕，力量都没有，你还斗什么斗呢？一个石头都拿不起，你怎么斗？所以说他这个阶段是必然是好斗的，这是自然的一种现象。道家修炼的第2个阶段叫炼气化神，这个时候就是属于中年。炼气化神其实就是叫我们不要在那里去斗了，把这个气要内收了，收到我的神里面来，看任何事情就看淡一点，不要与人争对错，别人说什么都是对的，我让着你并不输了什么，感觉内收了，他觉得是那个人，我就跟你说2句话，不是那个人1句话都不会讲，他练的是胸怀了，练的是承载能力了。第3个阶段炼神还虚，那时候人就有智慧了，空无了，没有我了，无我到最后的阶段就是还虚合道，道法自然，一切都是虚无的，共修之人。今天我将与你探讨身体的精、气、神与修道的关系，首次揭秘道家房中枢精华炼精化气的秘密。这个影片有点长，但耐心看完，一定能让你感觉到能量充盈、元气上升的力量。所以请先放下手头的事，仔细地聆听。人们往往一听到精、气、神，总误以为是后天的精、气、神，尤其是练气功的人。实际上密宗以及道教所讲的精气神，指的是先天的精气神，并非指后天能生育的精子，也非呼吸之气。如果一个人体内的精气神充足的话，平时的手脚，尤其是冬天，都是暖融融的。在夏天呢，手脚是一种清凉，绝对不是手脚出汗。也有许多人在修到某个阶段的时候，手脚都出汗，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好的现象，是体内的湿气排出来了。当一个人体内的气脉畅通以后，手脚都软得很，即便你是一个老人家，做一些高难度的动作都可以做到。一般认为老人家的手脚不灵活是骨头硬了，实际上这只是现象，根本原因是精气神没有了，失去的太多了，身体里面筋骨的生命力不足了，肾水不足了，没办法滋润筋骨了，所以它就老化了，变得比较僵硬了。我们佛教里面有句话叫做皮包血肉筋缠骨。当一个人的生理机能衰老了以后，缠着骨头的这条筋就萎缩了，所以一些高难度的动作都做不出来了。摔一个跟头，
几个月过去了，身体还在痛，甚至容易摔坏。而一个小孩呢，天天都摔跟头，爬起来就跑，什么问题也没有，因为一个小孩子的精气神一点也没有漏失掉，也就是说，他保持着先天的最原始的精气神。当我们修炼到一定的程度，返老还童了以后，摔在地上也像小孩子一样，爬起来照样走，不容易被摔伤。为什么有的人关节、脖子、腰很容易扭伤，很容易脱臼呢？就是体内的精气神不足了，缠着骨头的这条筋，犹如松弛了的弹簧一样，没有弹性了，所以动不动就把脖子扭了，落枕了，腰扭伤了。为什么小孩子没有这种情况呢？因为小孩子的筋骨就像弹簧一样，非常有弹性。我们通过修炼，体内的精气神充足了以后，首先是身体里面的暖流自然就会产生。当这股暖流产生以后，传遍了全身，身体得到滋润了，我们身体的弹簧，也就是连接肌肉和骨头的这条筋得到滋润了，又恢复弹性了。如果你修炼得好的话，即便你是80岁，身体的元气、精、气、神仍然如同青少年一样。为什么过去那些大修行的人，他有超乎常人的精力，一直用不完？他一个人的工作量可以相当于10个人，甚至100个人的工作量，他根本就不知道疲劳，因为他本身的精气神比较充足，再加上他对事业的专注，把身体的能量全部用到事业上去了，没有被身体的欲望消耗掉。比如说30岁以前没结婚的时候，精力那么充沛，也没有夫妻生活释放掉，精力都到哪里去了？等到结婚以后，夫妻生活很频繁，精力又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这个问题很现实。修行之人有一部分是出家人，有一部分是在家人，而且有过家庭生活。我不知道你们有过家庭生活的人是否注意过这个问题。后天的精气神原本是不存在的，正是有了后天的欲望，先天的精气神才变成后天的精气神。也就是说，你后天的精气神消耗的越多，越会影响你先天的精气神，你修行的层次也会一直上不去。因为后天的精气神，它是先天的精气神降下来的。我曾经做过一个比喻，水蒸气降下来变成水，水遇到低温又变成了冰。修行就是把冰化为水，把水再变成水蒸气蒸发上去。道教密宗里面一直提到任督二脉与修道的重要关系，还有中脉与开悟的重要关系。我们汉传佛教和禅宗很少提到，即便是提到，也是用一种非常巧妙的语言。对于那些没有入道、没有悟道的人来说，他们根本听不懂。道教里面的4个阶段是炼精化气、炼气化神、炼神入虚、炼虚入道，勉强可以和佛教的4禅8定靠近。密宗修完了左、中、右3脉，跟4禅8定，跟道教的4个阶段都非常接近，但在细节上还是有出入。现在的许多修行人
因为没有把身体修好，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把身体空掉。要想把身体给空掉，首先身体要通要透，否则的话，这个色身就没有办法空掉。你的色身空不掉，你就没有办法让心灵入道。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，感觉最明显的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肉体存在，而且还痛得不得了。我们的心态怎么能入道呢？你要想空掉这个色身，首先你的气脉要畅通。在气脉畅通之前，精气神先要充足。精气神不充足，全身的气脉怎么能够畅通呢？就像一条水管，要畅通，首先要保持水流不断。如果说一条水管子里长期没有水的话，管子就容易生锈堵塞。一旦有了水，刚开始的时候就难以畅通，你必须要把它敲敲打打，把里面的铁锈渣子给排出来，管子才能够畅通。如果水管子里面长期保持有水的话，就不容易堵塞，即使偶尔堵塞了，很快就会冲通了。修行以及入道得道，靠的不是气，但它在最初阶段又确实与气先天的元气有关系。真正入道是靠光，但是入道以后，光也靠不上，和光也没关系了。而且这也只是修道的一个阶段，不是修道的全过程。比如这幅图，这条线相当于前胸的任脉，这一条线相当于后背的督脉，中间的这条线相当于密宗和道家讲的中脉。如果这三条线不畅通，你想入道开悟成佛确实不可能。但是我要对大家说清楚，你就是任督二脉以及中脉畅通了的人，未必能够开悟成佛。但是真正开悟成佛的人，他的任督二脉以及中脉绝对是畅通的，就是这么奥妙。为什么静坐的人要气沉丹田？气沉丹田只是修行最初的一个阶段，千万不要把气沉丹田当作修行的始终方法，100天就修完了，就超越了。气沉丹田也就意味着能量沉丹田，前面的能量沉入丹田以后，它就从下面往后跑到尾巴骨的地方，从背后升上来，升到头顶，又还经补脑了。可是有几个人能达到气沉丹田，即能量沉入丹田，而又不从前面漏掉呢？往往是能量一沉入丹田，性欲就会旺盛，凡夫根本管不了自己。如果说自己修道的心比较强烈，愿力比较大的话，当这个能量到了下面，就容易从后边尾巴骨顺着脊柱升上来，就没有欲望了。在道家会阴穴这个地方叫做三江口，也就是任脉、督脉、中脉汇集的焦点，能量就是从这个地方漏掉的。也就是说，夫妻生活频繁的人，能量就全部从前面漏掉了。这个代表男女生殖器。男女在做夫妻之间的事情时，男同志释放阳气，女同志释放阴气，阴阳二气一碰撞，一结合，身体里面就会有一种快感。当我们把初禅修完了以后，
进入二禅了，也是阴阳交合的时候，浑身会有一种欲醉欲仙的感觉，那种感受不知道要比凡人做那个凡事的感受要强烈多少倍。这就是为什么修禅定的人到达一定的时候，他根本就不需要夫妻生活了，他完全可以超越四禅八定。初禅叫做离生喜乐地，二禅叫做定生喜乐地，三禅叫做离喜妙乐地，四禅叫做舍念清净地。喜是指心理的感受，乐是指生理的感受。如果说你的能量没有从下边漏失掉的话，精就变成一种热量。人体的热量是由精产生的，这个精指的是先天的精，不是指后天能生育的精子。如果你能保持先天的精不变成后天的精子的话，它就能变成一种气，这种气是元气，绝对不是呼吸之气。你通过继续修炼，它就变成一种神了，或者通俗一点说，变成一种光了。它在胸部以上这一带就是神，也即一种光。我们看到佛菩萨的像，为什么身上都有光呢？因为能量在胸腔到肚脐眼，是一种气，并非呼吸之气，是元气。肚脐眼以下膝盖以上是一种精。有许多人一到冬天，膝部手脚都冰凉，就是他的精不足。这里说的精是指先天的精，不要理解成后天的精。当你通过修炼后，精就变成一种热量，气就成了一种力气，再继续修炼就化成神，这个神就变成一种光。它在体内的正常运作是，我们摄入五谷杂粮，通过胃的消化吸收，产生了一种能量，储存在我们的丹田里面，也就是说变成了精。这个时候的精还是先天的精，通过修炼以后，它就顺任脉开始往下走，走到下面三江口这个部位。如果说你是禁欲的，或者说是节欲的，通过修炼它就转到尾巴骨，从后脊梁沟升上来了。为什么我们修炼到这个阶段很难以再上升了？为什么我们静坐的人修炼到一定程度，后背就像压了一块砖、一块石头一样，很难以再往上冲呢？我们前胸有个十字，后背也有个十字。如果背后这个十字打通了以后，背后一定会放光，但是很少有人打通。打通以后，能量就会顺着你的后脖子再往上升，这个时候你的眼睛眉间这个地方一定是金光闪闪，此时你会误以为自己得到了，甚至开天眼了。实际上它只是一个阶段的现象，过了这个阶段，它又进入了眉间，经过鼻梁，经过上嘴唇，然后经过两边的法令线，再经过下巴到咽喉。咽喉就非常难以畅通。咽喉畅通的人，他说话念咒语的声音绝对会有一种震动力，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富有磁性。也有一种人，他并没有修炼，说话为什么也有磁性呢？这种人本身的能量已经足了，已经从后面上来以后走到咽喉了，他本身的能量就很足。虽然他也有夫妻生活，
但它还有多余的能量跑到后面再上来。当把这个咽喉打通了以后，经过这个胸腔再往下走，经过这个胸腔的时候，会憋得非常难受，你会误以为得了胃病，实际上不是胃，就是胸腔，胸部的骨头会痛。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长期坐禅的人捶打胸腔，胸腔打开的人绝对没有烦恼，不会生气。你别看他骂起人来像狮子吼叫咆哮一样，但他绝对不是真的生气。有的人他虽然不发火，但他的气会憋在胸腔。当一个人要发火的时候，他会往外呼气，也就是把胸腔里的气全呼出去了，气不憋在这个地方了，他也就发不了火了。他所谓的发火，也只是把胸腔的气给骂出去，吵出去而已。胸腔空了，松了，他也就没有火可发了。所谓的发火，就是气促使他不得不发火。如果这个气再继续往下降，就把丹田以下全部通了，下半部全部畅通了以后，人的身体绝对没有欲望。这个欲望指的是生理上的欲望，即通常讲的性欲。为什么常人会有性欲呢？就是因为他后面尾巴骨这个地方的能量转不到后背上面来，他憋在前面，因此就要发泄。要是不发泄的话，就必须通过修炼，让这个能量转到后面上来。这个地方没有一股能量憋在那里了，就没有凡夫的这种生理现象出现了。这些通常要修多久呢？如果你方法不懂，或者不正确，你的时间用得不够，你一辈子也修不完。正常情况下，1年的时间就完成了，也就是说1年的时间，这些方法再也用不上了，都属于歪门邪道了，和修道已经没有关系了。过去那些老禅师在禅堂里从来不讲这些，因为凡是能够进禅堂的，就类似于研究生、博士生了。试问在研究生、博士生的课堂里面怎么会讲啊？鱼呢？这些都应该是在小学1年级就结束的课程。可是由于长期以来禅堂里面都不讲这些，佛教里面就都认为这些和修道没有关系。如果突然有一天某位法师或者是禅师在禅堂里面讲这些，大家就都说他是歪门邪道。过去的5大宗，维扬、临济、云门、曹洞、法眼，他们都谈到过这个问题，但他们是用一种非常隐晦巧妙的字眼在谈，通常用的听前柏树子、竹根禅杖等，大家连做梦也不会往这方面联想。或者用三江水来比喻，你们怎么可能想到讲的就是这个话题呢？尤其是一个没有悟道的人，根本不会朝这方面想。当你的任读二脉的经，气神充足了以后，它就不是围绕着整个身体转了，就不走前胸后背了，而是直接进入中脉，从头上出去了，头就开始放光了。这个头就像一朵莲花一样打开了。当人读二脉通的阶段完成以后，就进入中脉，直接上来了，直接从头上出去了。真正的中脉通了，
头顶这朵莲花打开了，出去以后才是修道的开始，在这之前都是打基础。烧香拜佛和这个有关系吗？你们知道烧香拜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？原始佛教有没有这些事情做呢？一个人的任督二脉以及中脉畅通了以后，他做事即便是很累了，躺下来休息半个小时就可以恢复了。你就是再慢1个时辰2个小时足以恢复了，能量马上就补充满了。我们常人的能量都到哪里去了呢？全部变成后天的东西，从下边漏掉了。你要想不让它从下边漏掉，你就要最初让它从尾巴骨转到后背，从脊梁骨升到头顶上，再从前胸降下来进入中脉，从头顶出去。你不让它从下面出去，你就要让它从上面出去。你没有办法让它从上面出去，你就必须让它从下面出去，否则的话你就要发疯，就要变态。除此以外没有第二个办法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家说禁欲的人心理都不健康，除非你降服了这个身体，4禅8定修完了，生理上这3条脉路畅通了，你的心理绝对健康，不会变态。之所以心理变态，是因为生理上有一股力量迫使你不得不这样想，不得不这样做，而心理上又有一股力量强制自己不能去这样想，这样做即禁欲，身心失衡，导致心理变态。所以将服心之前，先要降服身体，因为就一个凡夫而言，都是被身体推着走，不可能让心理影响生理，都是由生理影响心理。只有圣人才能够以心理影响生理，用心理带着生理来走，常人都是被生理牵着走。我这样讲了以后，你们不要执着在身体上去修，我刚才讲得非常清楚，它只是一个修道的基础。这个基础你不修完，不打牢的话，你想真正的修大道，炼神入虚，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我们现在所谓的修炼，充其量也就是练这个身体，同时附带着修这颗心。但是你的身体没有畅通，这朵莲花没有打开，东西没有出去，你所练的心也都是不究竟的，都是随着情绪波动。今天心情好，明天心情又会一落千丈。圣人之所以有一颗平常心，是因为他基础已经打牢固了，已经平静了，生理不会波动了，所以他的心态能够平静。一个得道的人，他体内的能量充足了以后，势往上升，促使这朵莲花打开，本来面目冲出去。而一个将要死的人，他的能量没有了，根本没办法把这个神识送上去。由于能量从下边走掉了，散掉了，含不住神识了，神识也会脱体，也会跑掉。一个人的能量足了以后，能够促使神识飞出去，但他绝对不是像将要死的人那样四大分裂，元气没有了，神识含不住了，与那种脱体是不一样的。大家静坐的时候，要把屁股下面垫个2寸高的垫子，后边尾巴骨的地方呈半圆形，气血就容易畅通。
你如果平坐在这个地方，尾巴骨就折叠起来，呈90度，气血就不容易上升。这些对于最初坐禅的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对于一个长期坐禅的人来讲，根本不存在这些问题，因为他早已经把4大修完了，已经空掉了。试问大家，一个4大空掉的人，他的气血能量怎么可能不畅通呢？正是由于4大没有畅通，你的身体才忘不掉，空不掉啊。过去的高僧大德，哪一个不是气宇轩昂，有用不完的劲，脑袋瓜子都像一个大西瓜、大皮球一样。我们现在这个脑袋比起祖师爷们的脑袋，一个个都是干瘪干瘪的。为什么是这样的呢？我曾经做过比喻，我们的头就像一个莲花包，如果下面的能量很足，它就长得饱满；如果下面没有足够的能量往上输送，这个花苞就会干干瘪瘪的，根本开不了，即使开了也是小小的。佛教虽然注重在心态上修炼，但是如果你的身体不处理好的话，心态根本静不下来。佛教不是不承认身体对于修道的重要性，只是不注重修身体。另外，在过去，修行的人思想单纯，心念专一，在修身体这方面根本不值一提，不知不觉就已经修完了。我们现在专门修身体还修不完，不知道怎么修，根本不知道如何把身体修完以后再来修心态。过去祖师爷们讲大道不离身心，我们现在虽然口口声声也说在修身体，在修心态，但是很难把这个基础打牢固。过去禅宗里特别注重补道丹，现在很少有人提到这个问题了。但是你要想有大的成就的话，要想把身体这一关修炼好，还必须要有一个阶段训练补道丹。在这个阶段，你生理上所有的病都会出现，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是修行以后产生出来的病，实际上是你身体里面原本就潜在有病，只是还没有萌发出来。现在你是通过禅坐把身体里面原本潜藏的疾病，像用探测器探出来一样，提前让它分期分批的释放出来，不至于让它由小病急成大病，有一天突然爆发，乃至不可收拾了。当一个静坐的人，他体内的元气能量产生了以后，它流通到哪里，那里如果有病就有反应，没有病它就很快通过，有病的地方它就通不过去，就憋在这个地方。一旦憋在这里，病就很快爆发出来。你误以为是打坐生病了，实际上它原本就有病潜藏在内。这就好比探测器从地下探出了炸弹、地雷，我们不能说是因为探测器使地下有了炸弹、地雷，而是原本有人在这里埋下了地雷、炸弹，只不过是通过探测器提前把它探出来，消除隐患而已。身体的元气在体内流通，如果流到上腹部，你出现胃病了，你以为是气造成的胃病，实际上是你的胃原本就不太好，元气流到这个地方通不过去，出现了反应。那么你通过一系列的方法对治，
让气通过了，你以后就不会再生胃病了。现在几乎没有人能够将生理上的这股力量唤醒，有时候好不容易修了一点点能量，又漏掉了。从哪里漏掉的呢？不仅会从夫妻生活方面漏掉，还会从六根漏掉。你眼睛看多了是一种漏，耳朵听多了也是一种漏，嘴巴讲多了更是一种漏，六根都会漏。为什么强调修行人上来第一步就要关闭六根呢？当你的六根关闭以后，生理里面的这股力量才会自动进入任督二脉以及回到中脉里边。当我们一个人在节欲甚至禁欲的时候，他的能量通俗点讲就是精气神全部是储存在任督二脉和中脉里边。当一个人纵欲的时候，就意味着他的任脉、督脉以及中脉里边的能量全部到了下边，从下面给发泄掉了。有缘之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，请你点赞回应，回复一句涵养我的精气神。愿你每天都有一个好状态，与美好同行，与幸福相随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积累无量功德。